你在怕吗？我韩寿对天发誓，绝对不会让你后悔今天的选择。你干什么？我就想这么一直看着你。我总觉得你这眼神里面透露点什么。想起大牢之夜，总有点情不自禁。青天白日的，你克制一点。此去玄虎城，途经威猛山，想起客栈储物间那一幕，总是有点遗憾。遗憾你找白洁去，你找我干嘛？哎呀！老板，我的酒。来，小二快上酒。来了。来，晚上这边。不是你们说这橙子跟香蕉要是在一起，他们生的孩子交全呐？三位先生，哎呦，你们怎么跟来了？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少城主，临走的时候呀，韩少君非得把我们带上，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也不敢问。许是怕少城主一路寂寞，让我们一路陪着讲故事解闷儿。恭贺少城主，贺喜少城主，绞尽脑汁躲过明枪暗箭不容易，终于活到了大结局。这多亏了三位先生的出谋划策，我这也是纯属侥幸，有道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。哎，其实我可是站在少城主和裴思雪这边的。你懂什么？那少城主跟韩少君矛盾有多激烈，感情就有多浓烈。这话也不能这么说，这感情也是有很多种的。就是，谁会喜欢那个一开始就要非杀死自己的人？对，谁像少城主这样扭转乾坤？不是，那你家二郡主一开始还那么温柔呢，那么现在也，人呐，不能只看外表，你说是不是？是，二郡主还不是少城主逼的。不，等一下，你们都知道了？苹果、橙子、香蕉，不是，你们这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是这样的，你不是刚开始的时候想撮合香蕉跟苹果在一起吗？设计一出美救英雄，让这香蕉啊流落到这个教坊司，然后呢受人欺凌，到关键时候呢再让这个苹果呢把他给救出来。可是当天呢，你就带了这个韩少君去了教坊司，还逼他与越人比武。那这我们三个那也不是傻子，这不就看出点端倪吗？对吧？佩服。少城主为什么对周边的人如此了如指掌，而且知道外人很多不知道的秘密，比如龙骨藏在哪里，韩少君有心急，经常未卜先知，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你们都在故事当中，而我却在故事之外。啊，对，少城主难道是？哎呀，神仙转世！随便吧，怎么说都行，反正这苹果的确是楚楚，橙子是我，这香蕉自然就是韩少君了。这个故事呢也是我写的，有朝一日等三位先生进入到自己撰写的剧本里，处境也就会跟我一样。这么说来，是少城主创造了我们呐！哎呦，这没有。等我回到花园，一定把少城主的事迹编纂成册，流芳千古。可瓜，韩双，不是韩双，你等等我。韩双，你别跑了，韩双。
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啊！好痛，疼。哎，你在马车上说过会一辈子对我好的，这才多久啊？你就反悔了？如果我今天没有听到你们的对话，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？我本来是想到了玄虎城慢慢跟你解释的，我真的没有故意想要瞒你，只是很多事情最开始真的不能说了。你故意栽赃我迫害苏木，将我流放。那是因为原来被我写死的人，母亲林七、陆鹏，要不就是中风，要不就是死了。我怕你也会走上我设计的那条路，但是后来母亲醒了，林七也没死，然后我就放心了。我一直想跟你解释的，但是你当时特别恨我，你根本就不想跟我说话。那你要把我推给陈楚楚？当我意识到我自己喜欢你之后，我就没这么做了。我心急你也利用？那我不是偷龙骨治好了你的心急吗？你假造密信，在陈楚楚面前栽赃我，这事儿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我心急也是你设计的吧？刚刚不是说了吗？我治好了你的心急。你是治好了，那不是因为是你设计的吗？我懒得跟你解释。干嘛？不生我气了？我只是太意外了，但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你之前为什么总是骗我。我做的事，又总是与你的初衷背道而驰。你为什么与我从？先生一样，哦，大到2个完全不同制度的国家，小到一草一木，都是我创造的。所以他们是谁，要做什么事情，要经历什么多的波折，我大都知道。所以我一进来就知道你要杀我，所以也就才躲过一切。所以，其实我只是画本中的人。不是的，虽然一开始我也觉得他们不过就是一堆纸片人罢了，但后来我发现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，这不是我创造的，这是你们自身的真情实感，跟我们一样。你生活的世界是什么样的？是像花园城，还是像玄虎城？我们的世界，在我们的世界里，男人做主还是女人做主这件事情上，有些时候像花园城，有些时候像玄虎城，这本来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，所以我就写了这个故事。你的世界有没有可能也是一个编剧创造的？有可能啊，反正真真假假，谁说得明白？你们世界的编剧
都像你这么可爱。那不仅是可爱，而且还特别有才华。每一个编剧在创造自己的故事的时候，都会特别的用心。虽然有时候会有一点小漏洞，有时候会撒撒狗血，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自暴自弃的无聊梗，但是他爱他笔下的每一个角色，有时候还会跟角色谈恋爱。那你有跟裴恒谈过吗？这其实不一样，你是男主角，男主角呢是属于女主角的，男二呢是属于大家的。裴恒不知道这事吧？当然不知道了。不许告诉他，这个事吧，只有我能知道。哎，这故事的结局是什么呀？结局啊，原本是楚楚继任了城主，日月同辉，天门大开。我也是写到这儿的时候睡了过去，才来到这个地方。所以我猜测啊，可能要等到日月同辉、天门大开的那一天，我才能够回去。你是不是怕我离开啊？当然不会。等你走了，我就回玄虎城，然后那300个妾室，我一天换一个，一天换一个，我哪有时间想你啊？可是1年呢，有365天，剩下65天怎么办啊？剩下65天，切，你管我？你都要走了，还管那么多？那剩下的65天，你留给我好不好？芊芊，你愿意留下来？我发誓，我刚才都是胡说的。只要有你在我身边，别人我一个都不要。算日子，他们也该到玄虎城了。郡主，您说陈芊芊不会到了玄虎城，界限人手再攻打回来吧？陈芊芊这般刁蛮任性，也就只能仗着母亲的宠爱折腾2下。她逃到由男人掌权的玄虎城，能兴出什么浪来？前面领头牵马的是少君，少君为陈氏牵马，这样好吗？你我夫妻2人在花园城如何，在玄虎城就如何。恭迎少君回城。少君，城主和城主夫人请您及随从人等尽快进城，城主已经等候多时。我这就带你回城主府，见我的父亲母亲。